我超爱巴黎，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企划就是要来改造一下勋哥。相信大家最近对于他在 CIT 馆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，相当的满意。当然，就是很多球友都留言说他进步了很多，但可能因为我就是那个在旁边一直看的人，所以我不觉得。可是如果回去看那个1年多前那个红旗的话，就会觉得真的是进步很多。当初就只是跟他讲说，那个给他一个观念 ，driver 就是要用力打，不可以轻轻碰一下。如今太用力打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我们今天要开始限制一下他的距离，不然他再这样下去会比我远呢，会有这个问题。好，但就是我们最近觉得他在打 driver 的时候，稳定度相对的没到那么高，就是他可以打到300这个，不要说300，他可以最远300没错，但是平均可以到个278，其实在业余球里面算是距离相当不错，够用，很够用。如果打白 T 的话很够，甚至打蓝 T 都够用了。那但是我们希望他可以是更轻松的方式到达这个距离，因为他现在基本上是靠慢力比较多。对，就是你是比较靠很大量的身体，还有之前自己有重训的一个基础在，所以靠那个力量把它挥到了这个距离区，挥到可能杆头速度可以到100几块110这样，然后呢可以达到大概300的这个距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希望透过这个微调改善，然后呢用比较轻松的挥杆方式达到这个距离，这样子他在18洞下来消耗的体力才可以减少，然后增加多一点滑手机的时间，增加点稳定度，就可以比较多休息的时间，因为会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应该打完18洞都会觉得蛮累的，对，会比较酸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下就是朝这个方向前进，赶快来看一下要做什么样的改善。你等下先打一颗，然后你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目前的状况啊，你是怎么去击球的？我现在都是觉得，我这样到顶点以后，我是这样在打，感觉用身体的旋转去带那球杆走。是，就是感觉要大量的靠扭的这个力量去打到球嘛。对，然后我的手好像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下去。好，懂，有点像Dustin Johnson 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会让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身体的重心是不太稳。对，所以你其实注意观察，你其实用力打的时候会蛮容易，最后收这里的时候你没办法站，你会有点会跳，而且如果T 台的地不是很平的时候，会跳很远，就会更严重，连击球都不太稳。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会造成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下场的时候，因为其实 T 台它也没办法像你在练习场一样这么拼，所以那个稳定度也是会有影响的。就是让你在用力打的情况下，你还是会相对的更不稳定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让你一样可以用力打，可是你是可以稳定住你的身体的。好，那你先来一个你原本的打的方式，然后那个感觉来打。很明显，你看像这个就是站不稳，收杆没办法完整收。自古以前的教练前辈们就说过一句话，其实在一个完美的挥杆里面，你的收杆应该是可以很稳定的收好的，那表示你在整个挥杆的过程，你的动作是做的相当正确，你的力量啊，你的稳定度都有做好，你最后才有可能做出一个漂亮的收杆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你原先的感觉比较多靠身体的转动去打球，这时候一个站不稳，另外一个就是会造成球比较容易出现 slice。那我相信这也是多数球友最常发生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希望换一支用看，不是，就希望可以改善这个问题。我们希望它有多一点的，这个是什么？
大家回答一下，这个翻手，翻手是一个让球杆甩动的感觉，甩动的感觉，去让这支杆子有一个很像鞭子在甩动的动作，嗯去感受这支球杆的弹性，嗯所以你的手腕这时候相对要比较灵活，嗯需要靠你的手腕去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先试着把身体稳定好，我们都不转身的感觉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呢全部都是固定在原地，就像我现在做的这种感觉。那我只是靠双手去挥击这个球，先轻松挥都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轻松的打，然后呢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。好，只靠手吗？只靠手，你自己的体感你就觉得你好像只是拿双手举上来，然后挥过去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现在球是还稍微带有一点点往右跑，稍微还有一点往右跑，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距离，上一颗打多少我没注意，270几，刚刚260，你看现在只有手的感觉，262，只有手，所以你看就算好，你多一点身体的感觉，你说那我多一点身体就有270，但你看你只有手就262，对，而且感头速度也不快哦，只有100而已哦，只有100就打出这样的效果。来，我们再多试个几颗。然后我会希望你这颗的感觉可以稍微再多一点的手翻转这个动作，好，让它打出带有点小左曲的球路，打到地板。没事，我们再一个，这失误都算在合理范围内，我们大家就看可不可以让它做出那样的效果，打出一点小左曲，有中球的。一样是只有手的感觉。对，一样都是手的感觉而已，把身体就会觉得好像我就站在原地打球而已。所以你要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，我好像就是在原地，只是把这个杆子挥过去这样，把杆头释放过去，就是怎么释放的杆头就，而且才103对，而且你看杆头速度才快了3迈，然后你已经到283了。好神奇哦！很神奇，而且重点是力道很轻松，很轻松很轻松，然后你也站得很稳。对啊，你打完之后，你好像感觉变得好像有点那种爽爽的，就这样子站着而已。但就打出那个你很用力在吹的那个效果，甚至有时候你吹搞不好还没这么远。对啊，好夸张哦！再一个吗？好，再一个，不然就是人家说凑巧的。这个就慢了一点。这就比较原本的感觉。所以呢，甚至这个感觉你可以觉得它一样可以出力，然后呢，它是有一点点人家说塞按打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在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让靠我的，因为我是先去练习，可以轻松的让这个杆头甩动过去。那我当这个动作是比较熟练之后，我可以让它再加速一点，我是可以让这个东西再加快。但是你看它是一个瞬间的东西，你不会觉得我这时候是靠身体按哦。你看，其实我是靠手去稍微加速，不要是身体，不是这个感觉。然后我只是把这个加速，所以你不会觉得我看起来好像用力在打球。试试看，你觉得让那个甩动，甚至打出大左曲都没关系的，因为你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没转腰，我们现在只有手，所以大左曲都是正常的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样子就270。所以呢，当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说，怎么可能用手打球就那么远？其实会，因为我们刚好以勋哥的条件来讲，本身呢他就很爱转身，他刚刚讲到，那这个时候当他觉得不转身，然后只靠手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从影片里面仔细看，大家从影片里面仔细看，会发现他的身体其实一样是有在动，不是像我们刚刚在说到的，我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初学者的时候，我叫你不转身，你真的就没有在转。它已经是一个习惯的动作，所以当你觉得你的体感觉没有转身，说不定它是刚刚好的，刚好的一个转身量，然后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
感头释放这一段了。嗯，所以那个出现的感头速度其实不会说到这么慢。你只是很轻松的甩动，但它也是到100多迈。然后呢，距离也出来。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先掌握到了这个感觉，然后我们再去练习转腰这件事情。但是以这个动作来讲，就会需要让你的腰部分离的感觉是比较多。也就是说，你常会看到一些影片，要让你的上半身是稳定好，让你的腰去做转动。不可以是你的整个身体全部一起这样子在转的感觉。不可以有的感觉。这样的话就没有帮助到这个动作。所以我们大家在打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去感受一下，你稳定住之后，然后去增加你髋部的旋转。那我们就是要这个髋部的旋转，然后呢，去加上你的刚刚的手腕释放感头的动作。把这两个加一起。所以你看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上半身它都属于被动的状态，它都不会跟着一起是在做转动、转开来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才去甩我的手。这样子就容易出现 slice。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好这个部分，稍微加一点腰进去，让它变成是一个 bonus 的概念。有一点留不够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可以让腰再快一点。让腰再快一点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练习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球友有一个我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啊，就是球友会很害怕他的球左曲。但讲真的，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害怕左曲这件事情。而且很常发生哦，就是他的左曲其实很小，但是他会很害怕。反而他打很大的 slice 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开心。他反而会很有安全感。我蛮常遇到来找我上课的球友这个状况。但是其实他们要抛开这个观念，你要先懂得怎么打出左曲才对。而且甚至那个左曲，讲真的，它比你的 slice 还要直。因为他们 slice 通常已经是在练习场会打到右边网子去的那种，但他的左曲可能其实一点点而已，然后他就突然觉得很害怕，可能不是他习惯的球路。所以他就会很害怕。但我觉得一定要抛开这个观念。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打出这个左曲。所以像你刚刚这个，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好，你只要稍微再去把你的腰转快一点就好了。手又不见。没错。所以这个就是相对要打远比较难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我们要去练习控制好我的髋部启动了，那我的手不能忘记。所以我刚刚提到，我们可以一直打出左曲都没关系。就是只靠手的情况下都打出左曲，那没关系的。因为你才会习惯这件事情，你的手才会一直记得说我要让它是灵活的状态，有在甩动它。加了转身之后，就发现手好像会有点明显跟不太上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常会发生状况，加转身，然后你看感头速度这时候到107咯，结果距离变怎么样？变241。整个那个反而回正没有了，感头那个距离就没有出来了。这时候是先回到用手打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会建议球友们可以先回到用手打的那个感觉，把身体转身这个又再抽掉。好，我们再拉回去那个感受。没事，打到地板、打 top 什么这些都不用紧张，因为这是练习一定会遇到的状况。今天就算是职业选手，今天Tiger Woods他以前在练习一定也会这样，他不是一伸出来就会打出那种很漂亮的球。大家一定要有耐心。很好，很好，这种左曲我都觉得很好，因为你要想现在没有腰，现在没有在转腰，当你转一点腰，它就是直球而已了。那你试试看，这个又转得太快了。这个就会有很多整个身体打开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觉得轻松就好，腰其实也是一点点而已，不用觉得腰转很多，不用加到很多，不用加很多，你要觉得腰其实就是一点点带动的感觉而已。
你自己挥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我现在还是不太敢用很大的力量在打，我还是比较像刚刚只有手的感觉。哦，一定，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练习啊。但就是我会建议球友们可以多去练习手，因为你一定听过你的朋友都是跟你说用身体打球，就说你都是太用手，你要用身体打。哦，但我们回归到一个听起来比较怪的重点，今天如果你真的都是要用身体在打球，那你为什么不把球杆夹在身体上面打就好了？我们唯一跟球杆接触的点就只有双手而已，所以呢，你说双手重不重要？相当重要的。那我加一点力。好，甚至我觉得你可以一样觉得身体没有动，把手的力量再加大也没关系。好。加手的力吗？你可以觉得就让你的这个甩动的速度加快，把这支杆子甩动的感觉更快。不错。其实这边我觉得有一个方法，你可以试着拿这个杆子挥，然后单靠你的右手就好。这颗打蛮远的，刚那个284的。对啊。其实这个动作你看对你来讲算简单很多人做不到，很多人挥下去是没有声音的。很多人挥下去其实没有声音，因为他的手腕会抓得很紧。他会是抓紧手腕，然后，所以你看，你注意看他在挥的时候，他的手其实会变成像这样的状态。你试看把你的手腕抓紧，然后没有让他有屈的这些动作，他好像就这样而已，固定住然后你看就只是身体转上来下去，对，他会比较像这样来挥。所以这个动作你少手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少了它的这个灵活，那你在甩动的时候，它的声音就会变很小。你整个在甩的那个动作就不见了。那身体用了很多没错，可是你少用到了一个手腕的地方。身体当然要用，我没有说身体就是不用，但是我觉得你要先去动的手腕。手腕你会了之后，加上身体那个上去的距离就可怕了。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个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拿这种瞄准棒去练习。那一开始是，尤其瞄准棒这种，因为它是很轻的，所以其实一般人在挥这个时候，他会很难挥出声音，因为他感受不到杆头的重量。所以其实你可以拿那种有一个练习挥杆，那个前段比较重的那种很大一颗球的那种之类的，它会明显的去带着你找到杆头的重量。可以先用那个轻松的挥，去感受到那个节奏和重量之后，去感受到前段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开始练习挥一些比较轻的杆子，像这个，然后去练习像你刚刚这样一样给它挥出速度，然后挥得越大声越好。而且是靠你的手腕甩动，然后再去练，一样也是可以把它拆开，就先透过我左手的甩动挥出了一点声音，然后呢再去加上一点点腰的带动，然后一样去挥出声音。让这个协调性做出来，然后呢，再回归到大1号木杆。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练习。好，刚刚甩那只瞄准棒，强这身体又转得太快了。好难改那个身体转太快的。一定要忍住，一定要忍住把身体留住，不然你看你这转得快才250而已。回到110了才250，那个击球的效率就会发挥不出来。但当然，大家一定要回去多练习才有办法做到。它不是一个瞬间就可以达到你靠手的甩动，然后你就转到腰。前面你单独练手的时候，其实会比较容易做到。但是只要你一想要加转腰在里面的时候，它就会比较难结合在一起，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多练习。好难。这个的曲度是可以的吗？可以。我好像抓到感觉了。我觉得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
我们要让它10颗球里面10颗都是取同一个方向，你才是确保它一直在做同一个动作，同一个方向的动作，不会是一颗左一颗右，一颗左一颗右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加转腰，它才会是一个，你的手才是保持有在那里的，它才不会不见。一颗左一颗右，就是这种一颗左一颗右。所以说你一直左都没关系，你就是后面再加转腰。不要怕会左。对，不要怕会左。我们强调的重点就这样。很好。很好啊。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转得再快，它都不会那么左。一颗左一颗右的电器。所以你看，大家可以想一个观念，就是如果我容易一颗左一颗右，在下场其实会很难开球。那今天就算我都打很左，但我是固定的打一个左曲球的时候，我其实知道我的球会这么跑。那我在下场的状态下，我可以知道要瞄哪边。所以你看，当它增加了很多身体转动之后，就会发生这种状况。那我还不如都不要出力，会更喘，然后更累，距离也会更近。对啊，杆头速度变快，杆头速度很快，完全是没有用在击球效率，但没有透过他的手、杆身、杆头传递到球场面。所以其实大家懂看的人会发现，他刚轻松打的那种，看起来真的很轻在打。从我们旁边的视角在看，它是很轻松的，但是打出来的距离会很惊人，就跟我的概念是比较类似的，就是我没有很强壮的身体，但是就可以达到那个距离。我要回都要用手了，回到刚的状态。不够多，记得杆面的回正。这个感觉去打球。对，你看这距离真的差超多。不是，不是，很轻松，297。而且你看你没干嘛，109，没干嘛。刚那颗回去看影片，一定没有很容易，看起来。为什么？看起来绝对没有很容易，因为杆头速度的快慢其实跟你的手腕会有很大的关系。跟体感差。对，因为你的手腕越多的时候，杆头速度会越快。但是当你看像 PGA 那种的，它就不会需要到，它就是应该说它就是让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。虽然他现在在练习的东西就是转身，但他的手其实已经是在那了，就是我们刚想要的那个概念，我已经可以固定都是打出一个左曲球了。我的手腕的基本条件就在了。这个时候我开始去练习身体，让那个速度再加更快。那你看你刚刚就是很单靠手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了。对。那个发挥出来的效率才会是最大化的。很好，比你刚刚那边用生命打球还要好。而且我感觉我手还可以甩更好。甚至这颗才104。我感觉我手可以甩更好。对，所以这就是要回去练习的部分了。这么好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部分就是回去多练习了。我刚刚真的觉得只有手。刚那颗真的很轻松。真的很轻松啊！刚那颗你自己回去看那个 replay， 绝对是轻松到一个，就是那个旁边的人在看会觉得这个人没有在用力打球，然后会觉得，他怎么可能那么远？会是那种状态。不会觉得你看起来用力打那300合理。对。会觉得
屁啊，怎么可能？你都没出力，怎么可能那么远？那种感觉。这种也是落点是稳定的。哦，其实会比你用力敲还稳定。你看用力敲很容易一颗左，一颗就飞到右边。但你看你这样的时候，其实它的偏差值都不会到太大。而且我不用挥到那么累。对啊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我只要有103的速度就可以达到那个距离了。这个感觉很好。整体下来，你就会很轻松，打很远。那这个就又回到了最常听到大家讲的，打球是不用用力，但它这个其实是有力的，其实是有力，真的就是刚才讲按力，一个按力，就是你一个很瞬间，只是把杆头力量去释放掉的力量而已。对，其实真的就是透过这个，这就是人家所谓的打球不用用力的部分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之前看你打都这样，bang一下就250。对啊，真的。我现在也可以了。对，你看，其实只要有运用到这个球杆的惯性，其实很容易就做到了。要打远没有这么难。你看，你这颗只有站着而已。你只有让手挥而已。是不是就这样？但是就是太多的球友，你看他们就会出现这个状况。大家想要用力转身，想用力想转身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做成让整个身体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去做一个旋转，像你刚刚前面在做的事情，然后很快，然后身体转来，球怎么会更右边？这个时候我有听过一件事情啊，我有听过学生跟我说，他朋友跟他讲要这么做，怎么样让球可以回到中间，他说你就是身体转太慢。然后我听到说，那你完蛋了。还要身体再更快一点吗？他刚说，对，因为真的就是确实是有一个方式的打法，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 DJ 他们在打那个打法，他就是要透过大量的转身把杆面回正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手要做到非常 ball wrist 的状态，你只有可能让杆面那么关闭啊，那你转得多，它才有可能回得多嘛。不然其实你正常回的状态，你杆面是开的，那我今天就算转的再更多好了，它其实不会回来的，因为你的手就是这个状态。你怎么做它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一定需要让它有一个释放回正的动作，然后你的手才有可能把杆面回正过来。不然当你身体转更快的时候，如海呢，真的转越快的时候，你那下去怎样？这样转越多的时候，越夸张了那不是隔壁栋的事情了，是隔壁栋的事情了。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球打去哪里的那种状态了，因为下去的时候，我刚刚是看不到我打球那画面，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其实在打球的时候，我是可以看得到杆子通过这段的那个残影，就是你的手，如果你看你这样子会说你的手会有一个残影在那边，你的球杆也是一样会有一个残影通过，就是眼睛会有盯着球的状态。但如果刚这样，我是看着背面，我看着那边，看着我球打去哪里那种状态，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容易打去右边的球友，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方面。然后就是觉得我们都站在原地就好，拿起来下去，把它这样挥过去的感觉就好，让他打出这种球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要去练习让他打这种球。你看站着就可以190了，有的人转身转很多还不会190。然后多去训练你的这个杆子甩动的感觉，让你的球杆可以甩得越快，你才可能有那个速度。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样子挥的时候，一定不可能出现刚刚的声音。他一定挥起来就会觉得很卡，然后手会，如果你用很多身体，但你的手腕没有灵活的人，就算你转得再快，它就只能这样。而且我身体要非常用力才可以撑住。但你看我只要甩下来，它就会出现那个声音。还是其实里面根本听不到，听得到啦。好，那然后甩一下而已，都站在原地。连收杆也不用收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一个重点其实你横甩的时候，就可以像你看到韩国的那种动作，很容易就收杆上来了。很容易就收上来。你看，其实我甩下去，
有甩动，手腕有动，手感就上来，那我加转身，收过去，其实收过去了。然后那大家很常有鸡翅膀哦，今天这一集完蛋，一次全部都讲完了，干货满满，干货。主要是为什么今天会教这个，是因为前几天教我们大户人家老板一个释放，然后直接隔2天南风第18洞，对，南风18洞，下坡4杆洞，生涯第一次一杆昂。一杆昂，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那一栋一杆昂。真的，这几好像还蛮多人有要打得比较远的人。真的吗？好像是，我不确定。但我看到很多都是在果岭边。对，因为其实我看过蛮多人都说，那杆他一杆就可以打到，然后但他的打到可能就是其实还差了30-50码，然后他就觉得他都说他打到了，他就说我到了但其实只在 edge 那里而已。对，就其实就是果岭至少还有一段，但它的定义是到了。然后我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甩动，甩完之后我上来就可以自然的就手感出现。那像你比较多转身的时候，它就会是像拉住这样，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出现鸡翅膀，有时候这里你就会变拉着它这样在走，然后或者说我这样都不释放的时候，它就会变这样拉过来。那反而你要去做收的时候，就会很难，整个就会很不流畅，手就会卡住。所以其实像刚刚勋哥影片中做到的这个甩动，然后把身体稳定好，靠你的这个甩动去打球，就可以发挥出相当不错的效率，距离就会出来，感投速度也会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去慢慢的练习，加一点点转腰，然后呢，一样刚刚的甩动在里面，那你的距离就可以得到飞速的成长。到时候你就会需要换杆身，这就太软了。